这是陆思恒向我求婚的那间房，我以为里面是他给我准备的婚前惊喜。条条，我爱你。没想到，没别的，就是藏累了，想让你早点发现，省得婚后还得跟你解释。放心，你还是我唯一的太太。你跟了我10年，生意场上又得罪了不少权贵，不嫁我也找不到第二个人接手了。明天一切照常，只是婚礼给你，结婚证得给他。陆思恒，谁给你的自信？我非你不可！昨晚太累，身子顶不住，我补个觉。今天不去接你了。来了来了，新娘子终于出来了。江小姐今天大婚，心情怎么样？江小姐，对于陆总为您准备的10几婚礼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能说几句吗？江小姐的谢谢厉害了。城南的地皮归你，来陪我结个婚。还是来了，还是咱们陆哥有手段，婚前一晚照样潇洒，新娘子还得乖乖穿着婚纱来，这就叫调教的好。可不是嘛，昨晚那阵仗换别人早瘫了，咱们陆哥还能站这儿当新郎，不服不行。江坦跟了我10年，除了嫁我，谁要？闹一闹脾气正常，但最后他还是会走到我面前，把手递给我。我老婆穿婚纱的样子真好看。怎么了？不是让你晚点再打过来？恒哥，我下午要飞国外了，所以预约了10分钟后领证。你可以抽空来一下民政局吗？人家想拿到小红证再走嘛。10分钟？这么急？求求你了嘛！好，谁啊？婉婉。他下午飞国外，非要领了证再走，撒娇撒得我没办法。那你婚礼这边急什么？婚礼走流程要1、2个小时，我先去趟民政局，10分钟的事儿。婉婉那性子你也知道，不哄好了，她真敢在机场哭。来，给我拍一张，留个纪念。行了，今天就这样，我得先走，不然赶不上。陆思恒，你今天要是走了，这个婚礼我就换新郎。换新郎？你上哪儿换？真以为生活是演电视剧啊？全海城谁不知道你是我的人？当然，你要是真有本事找到敢娶你的，我成全你也不是不可以。别闹了，乖，等我回来。外面那些野路子，我有分寸。陆哥，你真走啊？你们先顶着，我又不是不回来。那小丫头太难哄了，我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。陆思成，去吧，去领你的证。这场耗费数百万的婚礼，我就笑纳了。嫂子，陆哥有点急事儿，去就回，你先坐一会儿。
对，咱们陆哥一向心里有数。今天你们大婚，他等会儿准到。就是，陆哥大事上从不掉链子。我等他。服务员，来杯水。我等，但等的是谁，你们就别管了。这场婚礼提前预热了3个月，陆思恒做一件事，总要做到极致。追我的时候是这样，办婚礼也是这样。他把这场婚礼办成了全城的话题，办成了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样子。偏偏连出轨也是这样极致，没有解释，没有余地。在他的逻辑里，对一个人好和伤害同一个人从来不冲突，而我只有接受。来了！你说陆思恒是不是有病？婚礼当天跑去跟别的女人领证，他脑子被门夹了吧？我还以为他说说而已，就算真要去，非得挑这一天吗？当初你们一起筹备这个婚礼的时候，他为了你选个捧花都能翻遍全城的花店。你试婚纱的时候，他眼眶红的比你还快，我当时羡慕你都羡慕到酸了，还把我那个没眼力见的男朋友揍了一顿。谁能想到，他转身就能干出这种事？某人说好只来10分钟，结果舍不得走。婉婉，你这是要气死谁？谁穿着婚纱等不到人就气谁呗。条条，你就别等了，你看看这都什么人啊！你为了他从英国毕业就跑回来，你爸妈当初多生气你知道吗？那时的陆思恒连个屁都算不上，你还敢跟你爸妈赌10年，现在全盘皆输了。要不是这些年你没日没夜的帮他做方案拉投资，偷偷刷自己船王千金的脸，把他项目做起来了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吗？竟然转头就跟投资方的女儿暧昧不清。我真看不出来，他这么能装，装到婚礼前1夜才让你发现，他跑去跟别人开房。条条，别等了，你该为自己活一次了。妍妍，谢谢你今天能来。我爸妈那边等办完婚礼，我会回去低头认输，愿赌服输。今天便是我接受赌输代价的日子。好了，别哭了。陆哥真的不回来了？不是，陆哥真不回来了。他说，婉婉长在他身上走不开了，让咱们先拖着。你说江昭那脾气能忍到什么时候？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，婚纱穿着，红毯走了，新郎跑了，他愣是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陆哥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陆哥现在哪顾得上这个？婉婉那妖精缠着他，他魂儿都没了。陆哥，你终于接了，嫂子还等着呢。你不回来不合适吧？没看我忙着呢，回不去了。你们招待好亲戚朋友就行。好，好，好，陆哥你忙，反正嫂子好哄多了。嫂子，婚礼3分钟后开始。你们躲在这里干什么？外面坐了300多位宾客，你们要让他们干等着，还是让他们看笑话？够了！陆哥，嫂子说婚礼还有3分钟开始，你抓紧啊！3分钟，这女人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陆哥，那先去，帮我把场子撑住，我这边忙完就过去。嫂子，嫂子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和陆哥的事儿咱们都知道，他心里是有你的，就是男人嘛。
我这么优秀的人，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女人？但我的心是你的，陆太太的位置除了你，谁也做不了。他把背叛包装成恩赐，装到我没了任何退路。他们以为我只会穿着婚纱，一个人走过红毯，对着空荡荡的新郎位置说：“我愿意。”这就是陆思恒留给我的剧本。嫂子，待会儿走红毯的时候慢点啊，我们几个在后面给你撑场面。对对对，陆哥说了，等他忙完就过来，你先走个过场就行。不走不行。你真要走啊？说好陪我一天的，我才答应你领证推迟的，你这就走？不走不行。他只给我3分钟，我再不过去，他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什么脾气？他不是最懂事吗？懂事归懂事，但今天不一样。世纪婚礼是我答应他的。那你还来我这里？你不是非要吗？乖，等我晚上回来。那领证的事儿推迟到什么时候？再说吧。不可能！怎么了？顾夏，港岛顾家嫡长孙，那样的人，身边从来都是名门千金，他怎么可能看上江桃？更何况江桃爱了我10年。你还有我。陆哥，怎么回事？我和江桃的婚礼现场为什么让那个男人进去？你不知道江桃最恨的就是他吗？他就是来恶心我的。人家顾家家大业大的，请都不一定来，我哪知道？江桃跟了我10年，全城谁不知道？顾夏不要脸，顾家还要脸呢！陆哥，你看看我给你发的第2条视频吧。其实我不贪心的，婚结不结无所谓，证给我就行。准备一场婚礼不容易，鲜花、乐队、300位宾客，米其林3星的婚宴，免费的，干嘛不用？倒是你，顾总，领完证就让人把车停在教堂后巷，高定西装都备好了在车里换的。你说婚结不结无所谓？江瑶，免费的婚礼我陪你演，但你刚才说的那些话算利息。成何体统！江桃女士，你是否愿意？他不愿意。江桃，你给我下来！陆哥，嫂子她挽着顾夏的手走完了红毯，我拦不住啊！还好你看到了我发的第2条视频，赶过来了。请继续。江瑶，你疯够了没有？你到底在演什么戏？你跟我10年，你什么样我没见过？你知道这男人什么身份吗？他身边什么样的名门千金没有会看上你？你现在挽着顾夏的手站在台上，是想让我吃醋，还是想让全城看你笑话？
别被人玩弄了，还觉得自己赢了。你现在下来，今天的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婚礼我会再补一场，你还是陆太太。江瑶，你主动的，这回我可不能放过你。请陆总出去。顾夏，这是老子筹备了3个月的婚礼，你凭什么抢我婚礼，抢我女人？你别忘了，奥城那个110项目，你顾家盯了3年，最后批文落在了谁手里？再说，你顾大少就这么不挑食？一个跟了我10年的女人，我睡都睡腻了，你当个宝似的捧上台，说出去，不怕整个港岛笑话你顾家大少捡破鞋？他说的那些话，我不在意。继续。江女士，不，条条，不要继续了，我回来了，我没有和苏安领证，我没领，你听到了吗？这场婚礼是我答应你的世纪婚礼，是给你办的，也是给我自己办的。我这辈子第一次想娶一个人。我宣布，你们正式结为夫妻。好了，大学时让你跑了，后来逼着我爸去你家讨好老丈人，让二老尽快把婚事定下来，你又跑了。这下你跑不掉了。爸妈说10年为期，断绝关系。10年后，我若能带着陆思恒回去，挺直腰板站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就认这个女婿。赌错了就回去嫁人，顾夏就是他们口中我愿赌服输的惩罚。怎么了？这些年，我拼命工作，拼命证明自己。为了港澳2城的项目，我常年出差在外，和陆思恒聚少离多，反倒和顾夏碰面的次数比他这个正牌男友还要多。那些交锋、试探、针锋相对，在记忆里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，一个永远站在对立面、不好对付的男人。大学时，我喜欢设计，偷偷画了一本又一本珠宝草图。画这些有什么用？原来，在所有人都让我丢掉梦想的时候，有人替我捡了起来，藏了10年，藏了10年，等在这一天重新带回我手上。10年，等在这一天重新带回我手上。顾夏，就是他，这个男人非法闯入我的婚礼现场，抢走我的新娘，寻衅滋事，破坏他人合法婚礼，请你们立刻把他带走。这场婚礼是我陆思恒筹备的，鲜花、场地、见习、喜帖，每一分钱都是我出的，全城有头有脸的人都可以作证。请问陆先生说的是否属实？警察同志，这场婚礼是我和我先生的，没什么问题。那么，你先生是哪位呢？是他，顾夏。
这是婚礼场地租赁合同、鲜花采购付款凭证、宴席服务协议，签约方都是江潭本人。陆先生只是帮忙布置了一下现场，这场婚礼从头到尾都是我为自己准备的。江桃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陆哥为了这场婚礼熬了多少个通宵？你现在说这是你和别的男人的婚礼，你拿他当什么？免费的策划师？就是，陆哥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呢？你转头嫁给死对头，还拿他的心血来成全你自己。江涛，我不是已经赶来了吗？你跟我10年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？是，我这段时间是混账，我脑子被门夹了，可我心里一直有你啊！你不是最了解我的吗？但你看看他，顾夏是什么人？你知道上周他还做了什么吗？奥城那个项目被我拿下，他一直怀恨在心。他会对你好，他只是利用你来报复我。过来，妥妥。以后我不会抛下你了，我发誓！你跟我回去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陆思恒，太晚了。陆先生，对方能提供完整的婚礼自办证明，不存在非法闯入或破坏婚礼的情况。您说女方重婚，请问这位女士和您是什么法律关系？您和他领过结婚证吗？有订婚协议吗？那您说她是您的新娘，依据是什么？依据这些够不够？我们在一起10年了，这些聊天记录，这些照片，难道不能证明他是我的人？陆思恒，你看清楚了。我和顾夏已经领了证，今天的婚礼不是重婚，是补办。你什么时候？陆先生，对方婚姻状况合法，不存在重婚，您这属于报假警，下次再这样，我们会依法处理。团团，这场婚礼是我答应你的。陆哥，咱们先走，人家证都领了。团团，我是说过婚礼给你，结婚证给他，可我不是到了那里，我想起你看着我的样子，想起你的微笑，然后我觉得不能和他领证，所以我就拖住了。10年了，你和别人领证的时候，却半点犹豫都没有。你拖住不领证，不是因为你突然清醒了，是因为你怕苏家那边不好交代。而我不犹豫，是因为你连让我犹豫的资格都没有。不好意思，证是我的，婚礼也是我的，人也是。其实我和顾夏的故事比陆思恒还早。高中，我们同在那所号称半山铁门的私立贵族学院读书。学校的安保系统严得过分，校车早晚准时接送，连外卖都递不进来。而顾夏是出了名的安静，安静到有时我会怀疑他是不是真人。他不参与任何派系，也不争学生会的位置，在那样一个人人都想出头的地方，他像个不合时宜的影子。我偏偏喜欢招惹影子。顾夏，你是不是不会笑？会。那你笑一个给我看。你是我见过最没反应的人了。其实我没对任何人这样，他是第一个，但我打死也不会承认。
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，之后我再也没敢赌过他。其实那天我是故意的。什么？你凑过来的时候，我完全可以侧头避开，但我不想。那时候我只当他是输了不甘心，拿这话来报复。高三第一学期，我受够了学校的压力。高三第一学期，我受够了学校的压力，我跟爸妈摊牌要去海城参加高考。我要去海城参加高考。于是，我去了那座热气腾腾的城市，也认识了陆思恒。那时候陆家还没倒，他还是那个笑起来会露出虎牙的少年，阳光、张扬、高调，和半山铁门里那些死气沉沉的世家子弟完全不同。高考后，我去了英国，而顾夏也在那里和我同校。可我们除了偶然遇见，从来没有主动找过彼此。我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，那几年他一直在看着我。他知道我在哪个专业，住哪条街，常去哪个图书馆。那些所谓的偶然相遇，都是他刻意安排的。谢谢。只是我一直没发现。甚至他还打算在我毕业典礼那天表白。我想你了。可那天一早，我买了回海城的机票，因为陆思恒说他想我了。再后来，我陪着陆思恒东山再起，我的优势在港城和澳城，出差也越来越多，和顾夏打交道的次数也越来越多。他明知道我和陆思恒急着拿下澳城那个标志性项目，去向我父母证明自己，可他一步都不肯让。全公司上下都知道江总有个死对头，竞标会上摔文件，谈判桌上掀茶杯。虽然是商业竞争，可那时候我是真的恨他，但没人会猜到。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！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爸妈，这10年，他们冷眼旁观看着我陪陆思恒从零做起，跑项目、谈合作、扛风险。直到最后才肯承认我骨子里还有点商业天赋，所以就算再瞧不上那个女婿，他们也决定让女儿赢一次。只是没想到婚礼上还是出了意外。那个项目是送给我女婿的见面礼，陆家那小子没福气。女婿，你可有兴趣？都听我老婆的。嘴上这么说，可从领证那天起，他就没再留手。他抽走了陆思恒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他就是赌气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不可能，就算他变心了，那个人也不可能是顾夏。恒哥，那日你故意灌醉我，上了我的床。事后你说你父亲会追加投资，钱呢？为什么又撤资了？我什么我？哎，我看，我怎么知道？我爸说你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他死都不肯再投1分钱。你爸，好啊，好啊！
为什么？凭什么？那个我从来没正眼看过的做小生意的岳父，原来是掌控港澳航运命脉的船王。求你了，求你见我一面。大小姐，陆先生还在外面跪着，说求您见他一面。不见。老婆，你狠心的样子最美了。大小姐，门外没人了，只留下这个。扔了吧。好的，好的。这一次我不会再捡垃圾了。顾总，偷拍视频太多，压下去一条又冒出来10条，现在舆论分成2波，一边骂陆思恒，一边说太太和您早有来往。先盯源头，别乱删。那公关部，等我消息。要不要我处理？先不用。你点个头，半小时内这些东西都能下去。然后呢？然后所有人都会说是顾家出手替我遮丑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可我在乎。这10年，我替陆思恒收拾过太多烂摊子，装看不见，装不委屈，装什么都能过去。现在事情到了我头上，我不想再躲在谁后面。这次你来，需要刀的时候，告诉我。这些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捡的。我爸当年把它们全扔了。我知道。你不要的时候，我先替你放着，现在想要了还来得及。这个方案可以试试。顾夏，我想把以前落下的东西捡回来。好。妍妍，帮我查个商标，我准备开工作室。真的？你终于想通了。不对。怎么了？你大学时写在素描本封面的那个名字被人抢先注册了，申请时间就是昨天。出什么事了？有人比我更早一步盯上了我的新人生。外面那些话别往心里去。嘴长在别人身上堵不住，你后面打算怎么办？做品牌。什么品牌？珠宝。你刚办完婚礼，风头还没过去，这个时候做新品牌太扎眼了。就是因为过去了10年，我才更不想再拖。这次不是赌气？不是，开品牌不是画几张图那么简单，团队、工厂、渠道、宣传，哪一样都费心。这些我可以，但这次我想自己做决定。行，想做就别做一半。城西那栋楼采光好，适合做工作室。设计师我筛了6个，法务和品牌顾问也都在这儿。你要是愿意，
今天就能开工。品牌名被抢注，我已经让人去查了，最多3天。顾夏，你是不是早就把这一切都准备好了？我只是想让你少走一点弯路。可我不想再活成谁给我铺好的样子。以前跟着陆思恒，我做方案、拉投资、填窟窿，到头来所有人只看见他。现在换成你，结果不能还是一样。我不是不领你的情，我只是不想刚从一个人的影子里出来，又进另一个人的安排里。好，我不替你决定，你需要什么再跟我说。虽然地方简陋了点儿，但我喜欢，至少这是你自己的。先从小做起，品牌名没了就换一个，这才对。一个名字而已，抢了就抢了，反正抢不走你的脑子。说真的，你早该做这个了。这些年，你替陆思恒熬了多少方案，最后全算他头上。现在总算轮到你自己了。以前总觉得先把他的路铺稳了，等一等，我自己的东西也来得及。结果一等就是10年。这帮人有病吧？你品牌还没影呢，他们先给你扣抄袭帽子。怪不得换新郎换得这么快，原来是早就想转型捞名声。我去撕了他们！没用。这不是临时蹭热度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知道我手里有什么，也知道我准备做什么。有人在等着我起步，然后一脚踩死我。苏家那边已经正式撤资了，原本答应跟投的2家也都改口说要再观望。奥城项目那边催得很紧，银行如果下周还看不到回款，授信额度就会收缩。不是，苏家说撤就撤，前几天不还好好的？苏总那边只说一句，不想得罪不该得罪的人。陆哥，要不先把婚礼那边的风波压下去？外面传的太难听了。现在压有用吗？他才走几天，一个个就开始踩着我看风向了。陆总，那接下来约江童，他现在未必肯见。他会见。把地址发过去，我亲自跟他谈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。你只有10分钟。条条，那天我没有和苏婉领证。哼，我到了地方，临进门的时候想起你，想起你穿着婚纱站在教堂外面，我没进去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回去了。我赶回教堂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最后选的人还是你。婚礼前夜，你跟别的女人躺在床上；婚礼当天，你把我一个人扔在教堂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你最后选的人还是我。我承认，我那段时间是混账，我以为你不会走，所以你就能一次次试。不是试，我只是笃定我会忍，笃定我会回头，笃定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站在原地等你。可你跟了我10年啊！是10年，10年都没让你学会尊重我，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把余生也赔给你？那顾夏呢？你真以为他是什么好人？顾夏那种人做事从来不白做，他在婚礼上出现的那么巧，领证换衣服进教堂一步都没乱过，你敢说他不是早就盯上你了？那又怎么样？至少他没有把我当成可以随手丢开又随时捡回去的东西。他接近你就是为了报复我。报复你也好，图我也好，那是我和他的事儿，轮不到你来教我分辨。江条，你别赌气，你现在回头事情还来得及。来不及了。结束我们的人，不是婚礼那一天，是这10年里，你每一次都选了先伤我。我就算再选错一次，也不会回头选你。陆总，把那批照片发出去。现在？就现在。可那些照片一旦出去，您时间线打乱，别放全。
他既然不肯体面，那就谁都别体面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网上疯了，他们把你和顾夏以前的照片全翻出来了，还在那儿胡编时间链。看到了。这摆明了是有人故意搞你，我现在就去查最早那几个号。好。他动手了。不是，是他终于舍得把自己演成受害者了。家门口守了几家媒体，你爸让我问你要不要家里出面。不用，外头那些话难听，你别一个人扛。我知道。黑稿一波接一波，工作室那边也有人在问，要不要先停一停？不停。行，我现在过去。还在涨。我看到了。最早带节奏的几个号，我现在就能让人封掉，后面的营销矩阵也能一并停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你出手，所有人只会记得是顾家替我压了声音。我不在乎。可我在乎。我已经用10年证明过，替别人善后，不会有人记得你的委屈，只会觉得你理所当然。这次，我不想再赢得像被救。我不是在替你做主，我是在替你挡刀。可我不是瓷器。站出来的代价，是你继续被他们盯着骂。那也是我自己的代价。我见不得。可我必须见。好，你要自己来，我不拦。但要是有人动到你的东西，我不会停手。我昨晚走的时候，不是这样。那个临聘助理关机了，10几份导出文件的时间都集中在昨晚，我就知道不对劲。商标被抢，黑稿满天飞，现在连图都有人动，不是动，是拿走了。条条，出事了。先是往我身上泼脏水，再抢我的名字，现在又偷我的图。他们不是想赢我，他们是想让我连开始的资格都没有。顾夏，我在。这次把刀借我。商标是昨天抢的，黑稿是昨晚推的，旧照是陆思恒见完我之后放出来的，图稿是今天卸的，一环扣一环，摆明了不是临时起意。他们不是想证明我抄袭，他们是想先把我写成一个不干净的人，再让所有人觉得我做什么都不值得信。你想怎么查？3条线一起走，商标代理、最早发黑稿的账号，还有那个林佩助理。我去丁助理那边。好，我要律师、调查记录，还有最早那批投放账号的后台资料。你借我刀，但别替我挥。好，把他要的东西2个小时内送过来。抢注商标的代理公司和这家星岸传媒有同一个实际控制人，网上最早带节奏的几个营销号也都挂在这家公司下面。还有这个，你们工作室那个临聘助理，半年前在陆思恒项目组用过的外包团队待过。我就知道，跟他脱不了干系。目前只能证明这几条线碰到了一起，还不能直接证明是陆总本人授意。够了，我现在不需要先证明是谁害我，我需要先证明我没做过他们说的那些事。酒店那边的出入记录，你当年论坛发帖时间，还有云端备份时间，都整理好了。谢谢。我明天开回应会。想好了？记者不会客气，你把这些事摊开，他们会追着问得更难听。
总比让别人替我写结论强。我知道你能一夜之间把那些声音全压下去，我现在也能，但压下去不等于赢。我要的是，以后再有人提起这件事，想到的不是顾家替我摆平了什么，而是我自己把话说清楚了。那我呢？你坐后排，别说话。这么狠？你答应过，借我刀，不替我挥。酒店出入记录、舆情源头、设计稿时间针都在里面。我不挡你，我给你托底。你真打算全摊开？包括婚礼前夜、教堂那天、领证的时间，全都说。他们不是最爱听故事吗？那我就把真相摆上桌。想好了。从前我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，这次我不忍了。属于我的，我一样样拿回来。江小姐，网上说您和顾总早就有关系，今天这场说明会是想回应出轨质疑吗？江小姐，有人质疑您借婚礼风波炒作个人品牌，您怎么看？江小姐，您会不会正面回应抄袭传闻？今天我不讲故事，只讲事实。第一，婚礼前夜，我刷卡入这间酒店套房时，房里的人不是我，床上的人也不是我。第二，婚礼当天，新郎并没有去民政局领证，他去了哪儿？截图上写得很清楚。第三，关于我抢了别人的婚礼，这场婚礼的场地、鲜花、宴席和布置，签约方和付款方都是我本人，所以不存在我闯进谁的婚礼。那天我只是按我自己的安排把新郎换了。江小姐，那您和顾总领证是为了报复陆总吗？报复不需要领证。我选择结婚，是因为有人把我当人，不把我当附属品。那抄袭传闻呢？网上流出的设计对比图，您怎么解释？这些是我大学时期的原始草图和留存时间。至于现在网上那几张所谓的对比图，创作时间更早的是我，被拿走的也是我的。如果对方继续使用，我会起诉。所以您是想说，这一连串争议都是有人故意针对您？我只对我能举证的事实负责。今天我把话说清楚，不是为了求谁同情，只是从今天起，谁再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不会再忍。翻了，真翻了！热搜前3全变了，刚才那句话都上去了。还撑得住吗？撑得住。今晚一个人来见我，你不来，我就让你的发布会办不成。谁啊？陆思恒。不能去，他现在就是条疯狗，谁知道他会干什么？不去。他不会就这么停手，那也不能你一个人去见他。这件事必须我去收尾。你现在过去不是收尾，是给他机会继续纠缠。我不是去给他机会，我是去亲手把这扇门关上。报警也好，躲着也好，都只能拦这一次。只要我不把话说绝，他就会一直觉得自己还有资格回来。条条，妍妍，我知道分寸。
我送你过去。你不能进去。我可以不进去，时间一到，不管他说完没有，我带你走。好。你还是来了。你只有10分钟。你还记不记得这里？不记得。我记得，当初我想把这儿做出分公司，装修图你还改过2版。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些？团团，我知道我错了。婚礼前夜那件事，是我混账。婚礼当天把你一个人丢在教堂，也是我混账。我以前总以为你不会走，你生气、闹脾气，最后也还是会回来。所以呢？所以我现在才知道，我错的有多离谱。谈谈，我从来没想过，失去你会是这样。哪样？公司乱了，项目乱了，身边的人也乱了。我以前以为那些事都是我自己扛下来的，可你一走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很多东西一直都是你在撑。你看到现在，你想的还是你自己。我是在说你有多重要，重要到陪你从零做起，替你谈项目、拉投资、填窟窿，重要到你出轨当天，我还得等你最后选我。不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你最爱的人从来都不是我，你爱的是那个永远替你兜底，被你伤了也会原谅你，你一回头就还站在原地的江条。那顾夏呢？你以为他就比我干净？至少他没有把我的感情当筹码。他接近你就是为了赢我，那也是我和他的事。我今天来只是告诉你，以后别再找我。不行！松开！你不能就这么走，江楚，10年，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？陆思恒，放手！江鸟，过来！顾夏，没事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你在流血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江图，没那么严重。别说话。伤口有点深，得缝几针。伤到筋骨了吗？没有，算他运气好。玻璃边再偏一点，就不是现在这样了。医生都说了，没事。你闭嘴！还好送来的及时。你吓死我了！先清创，等会儿缝合。今晚别碰水，按时换药。你脸比我还白。你再说一句，我现在就让医生给你多缝2针。只是划了一道口子，不是住院通知书。医生说这2天不能用力，也不能碰水，按时换药，不许沾酒，不许拆纱布。你这是打算把医嘱背下来？你冲进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，万一砸到的是头呢？想过，所以我把你护在身后。那你还进来？不进来砸到的就是你。江彤，你刚刚叫我名字的时候，声音都在抖。我是在后怕。因为我受伤。我问你件事。你说。你当初和我领证选我，还是因为那天你必须立刻选一个人？我不是翻旧账，
我只是怕，我等了这么久，最后只是刚好赶上你最需要人的那一天。最开始是有止损，有赌气，也有不想让自己输得太难看。可现在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如果你只是退路，我不会在看见你流血的时候连呼吸都乱掉。这句话我等了很多年。再说一遍。不说。顾太太，你伤还没好，就别得寸进尺。别动。跳跳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有人实名举报你抄袭，材料直接发给了场地方、合作媒体，还有几个业内大号。现在他们都在问明天的首秀还办不办？对方放出来的东西很全。怎么了？摆明了是想在首秀前把你定死。江小姐，实名举报材料已经发到合作方和媒体邮箱了，现在外面都在等说法。如果今天照常开场，直播风险、品牌风险、场地方风险谁来担？我来担。江小姐，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合同呢？可媒体那边1个小时后，我亲自回应。你可以不签。今天如果停了，他们就赢了。灯光、安保、模特、直播，全按原计划。对家实名举报的内容都在这儿了。他们咬得最死的就是你主系列里的那枚主食结构，说你没有完整原稿。紧张吗？紧张，但今天不是来求他们信我，我是来告诉他们，我的东西谁也拿不走。这才是我认识的江条。你别碰，怕我把你证据弄乱，怕你伤口裂开。江小姐，前庭媒体已经坐满了。知道了。要是他们还不信呢？那我就把证据摆到他们没法装看不见。首秀开始前，我先回应今天的实名举报。这些是我大学时期的原始设计稿和留存记录，时间都在这里。可对方说您最核心的那张主稿并不完整。是不完整，因为那张图当年被撕了。是我撕的。那张图是我当年亲手揉掉，扔进垃圾桶的。当年是我看低了他，也看低了他这点本事。但江田的设计是他自己一笔一笔画出来的，谁也抢不走。没丢。你不要的时候，我替你捡回来了。原件、扫描时间、修复记录都在这儿。现在完整原稿也有了。关于抄袭，今天我只说这一遍。作品是我的，创意是我的，过去被丢掉的也是我的。谢谢今天来的人。这是我的第一场发布，也是我真正开始的第一天。
你能不能亲口告诉我，我到底输在哪儿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想去见他。我送你。不用。那我在外面等。顾夏，这次我想自己说完。好。半小时，时间一到，不管你说完没有，我接你回家。好。你真的来了？有话就说。我想了一夜，我还是不明白，我到底输在哪儿。如果婚礼那天我没走，如果我没碰苏婉，我们是不是还有可能？没有，你输的不是顾夏，也不是那场婚礼，你输在你从来没真正尊重过我。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是你最得力的人；你想享受被人捧着的时候，我又得安静懂事站在你身后。你一次次伤我，不是因为你真的离不开别人，是因为你笃定我不会走。我知道错了。太晚了。你喜欢的从来不是我这个人，你喜欢的是那个永远替你兜底，被你伤了还会回头的江条。可我爱过你。你爱过的只是对你有用的我。陆思恒，到此为止吧。暖鸟，暖鸟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回家。以前，我总在替别人完成他们想要的人生。从今天起，我只做我自己想做的事。江小姐，经历这么多，您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？往后的人生，我给自己。